财神爷，我李世涵不求姻缘，我只求发财，求求你保佑我，让我发大财吧！小财也行，是财就行啊！马上就要过年了，却连1万块钱存款也没有，这样子我没脸回家呀！哈哈哈哈哈！李世涵，财神爷，财神爷爷显灵了。李世涵，你日日好吃好喝招待我，如今你有求于我，我不能不帮，那我就赐你一双财神眼，保你日后顺风顺水，财源广进。我的眼睛，财神爷，人呢？为什么每个东西上面都有数字？这是什么意思？这数字是物品的价格。这手机是我5999买的，耳机是我拼夕夕上9.9块买的，这水果、这零食、这香炉、这价格全都对。财神爷这是赐给了我一双能够看见物品价格的财神眼，那我可以用这双财神眼去捡漏了，耶！哎，老板，这幅画怎么卖？就让我用我的财神眼看看这古玩市场有没有值钱的宝贝。全是赝品。这个葫芦瓶竟然价值20万，要是能被我捡漏，那就赚发了。老板，我看你这个瓶子还不错，我正好书桌上缺个装饰品，怎么卖呀？小姑娘，真是好眼光啊，一眼就看中了我手中这个精品。这可是我高价从一个老农手里收购来的，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给你个实在价，5000块。5000？看来这个老板也不识货呀，那我就再杀杀价。卖5000，这个瓶子可是价值20万，看来这个老板也不识货呀，那我就再杀杀价。5000？你这也太贵了吧！啊，算了算了，不要了，我去别的摊。哎，别，小姑娘，今天你我相见就是缘分，这样你开个价，只要不让我亏本，我就交你这个朋友。今天出门身上就只带了300。不是，我这是高价收购来的，300我连本都回不来我。好吧，那我下次有机会我再来淘淘。等等，小姑娘，你再加点啊，我好赖挣个辛苦费呀。那就500，不能再多了，就500，再多我真不要了。成交。能不能一夜暴富就看这一次了。女士你好，我是波谷轩的老板李成峰。李老板，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这东西哪儿来的？古玩街淘来的呀，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就行。这是大清乾隆年制的缠枝连纹葫芦瓶，这可是真家伙。你要是愿意出，我现在就给你市场最高价。能卖多少钱？至少20万。你要是愿意出啊，我现在马上给你转钱。好，出！银行卡到账20万元。哎呀，500块钱买的东西，一转手就赚了20万，这也太暴利了吧！对了，姑娘，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宝贝是多少钱收的？500块。500块？价值20万的宝贝被你500块捡了个漏，这要是被那个老板知道，不得气吐血？有了财神爷送我的这双能看透万物价值的财神眼，我发家致富岂不是指日可待？之前一直心心念念但舍不得来吃的糕点店，今天我来吃个够。女士，您需要买点什么吗？这个桃酥来半斤，还有那个小蛋糕也给我来个半斤。好的，请稍等。不愧是高档店铺，装修也这么古朴大气。等等，价值1600万的字画，你要的糕点都打包好了，折后价85元。我问一下，你家这些画，这都是哪儿淘来的呀？墙上这些挂画都是老板从各地搜罗过来的，据说每一幅都是出自于名家之手。我家里刚装修完房子，偏中式风格，我想着买几幅画回去也装饰装饰。你喜欢这里的画？
我是这里的经理，叫陈雪。您想买我们店里的画？这位女士那可是想要打听价值1600万的画，我当然想买了。听你们的人说，这些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名家那儿淘来的，所以想打听一下。这些画都是老板花了大代价买的，你要是喜欢，只要价格合适，我可以做主卖给你。我得掩人耳目，不能上去就问那幅最值钱的。这画多少钱？我们店的装饰画有点贵，要6000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就1万多块钱，我还想着我能买个3、4幅画，不好意思啊。哎，女士可能不太清楚这些名画的价值，市面上几百块一幅的画满大街都是，但是挂在家里的墙上就显得很没有档次。我们店里的画虽然有点贵，但是物超所值。这样，你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降1000块。不让这个经理赚点，估计他不会把画卖给我。为了这幅价值1600万的画，我就不杀价那么狠了。经理，我能接受的价格是3000块钱，你要是觉得可以，我在你这儿挑3幅画走。那估计老板就赚一些辛苦费吧。行吧，你随便挑吧。这2幅，还有这幅。好，帮忙取一下。3幅，一共9000元。商家收款9000元。好，过去了。给您画。感谢女士，欢迎下次光临。陈经理，这些画居然那么值钱，不愧是名画。是不是名画我不知道，但这些都是老板吩咐我去古玩市场淘回来的，均价1000元。今天遇到个缺心眼的，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想反悔可就晚了。李老板，诗涵姑娘，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又是令又是爆的哦。我给你带了糕点。哎呦，诗涵姑娘，你可太客气了。李老板，我在那家老字号糕点铺淘了3幅画，有点看不准，所以买回来也让你帮忙长长眼。糕点铺里淘来的画，那能有什么好东西啊？你看看，来，我帮你长长眼。这是洛神附图，但是这一看就是现代仿品，不值什么钱，最多就1000。这一幅是韩熙载夜宴图，不过这一看也是民间仿品，最多也就值个1000。诗涵呐，这捡漏啊可是门学问，不可能天天让你捡漏。这幅画我猜呀，它也不值什么。李老板，这画怎么了呀？李老板，这画怎么了呀？我打个电话，稍等一下。喂，刘会长，冒昧打扰您了，我这边啊有一幅徐悲鸿大师的双骏图，有点看不准，想请您帮忙鉴别一下。哦，冯会长也在啊，那可太好了，我这就过去。李老板，干嘛去啊？赶紧跟我去趟云顶茶楼，书画协会的正副会长都在那儿，可能还有其他内行人，正好把这幅画好好鉴定一下。哎呀，用得了这么大阵仗吗？哎呦，我的姑奶奶，咱赶紧去吧！这画要是徐悲鸿大师的真迹，那价值至少值1000万呢。李老板，你说你淘到一幅徐悲鸿大师的真迹？不是我，是这位诗涵姑娘。我这一时也拿捏不准，这不来麻烦各位专家鉴定一下。老李，别那么客气。哎，要是真碰到徐悲鸿的真迹，那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来来来，都坐下，快把那幅双骏图打开。这画我看着像真迹啊！应该啊，悲鸿大师的真迹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姑娘捡漏？还是只花了3000块在糕点铺买的？老朱，这幅双骏图你怎么看？印章雕刻用的是大篆，状符所为的确是徐大师用的印章之一。末尾题字表明作画时间，这2处都没有破绽。确实如此。不过从画面来看，左边的骏马采用了豪放的泼墨和劲秀的线描写意风，着重体现了马的气质和神韵。但是右边这匹马泼墨没有层次感，马的强壮体态过于弱化，给人感觉就像随意泼墨一样，没有灵动之感。我觉得这是高仿之作。有一点就说明这幅画有破绽。诗涵，这画是你淘的，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能告诉你们我有财神眼吗？我就觉得这个画它就值1600万，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小姑娘，这古董捡漏可不是随便你觉得值多少就是多少钱的，你这也太武断了吧？你懂字画吗？我不懂，但我能看出来这个画呀，它就值这个价。古董这一行啊，水深得很，你一个小姑娘不懂也敢瞎买？你这是买到赝品了，买画的钱就当交学费了。不对，这就是徐悲鸿的真迹，这就是徐悲鸿的真迹。这个双骏图其实是徐悲鸿义卖的画，义卖？正是癸末1943，是一段特殊的岁月。徐大师在留学期间多次举办义卖，为国内抗战筹集款项。在那样的场合、那样的环境中，徐大师一边泼墨作画，一边义卖筹款，所作与他的其余精品相比，稍微逊色一点。对，就此事。大家都知道，京都有一位极为爱马的大收藏家，他在10年前从欧洲的一场拍卖会上就购回了一幅类似的双骏图，当时花了4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000万左右。如今徐悲鸿的画作越来越受热捧，国内均价每平尺超100万元，曾经一幅8骏图更是拍出了1.6亿的天价。这幅双骏图毫无疑问是徐大师真迹，虽然尺寸小了点，但上拍卖会的话，价值不会低于1500万元。诗涵，你要自己收藏，还是准备出手转让？诗涵，这位是嘉德拍卖行的王总，对古董鉴定也是颇有权威的。王总好。要说鉴宝本事，我远比不上你老李，不过要说做生意，你起码也追不上我。京都有一位大收藏家一直在委托我，遇到好的字画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你要是出手，我可以保证市场最高价。不瞒诸位，我呢确实没有条件玩收藏，这幅徐悲鸿大师的真迹双骏图，我确实打算出手。不知王总打算多少钱收？1600万，一分不少。诗涵，这个价格你可还满意？小姑娘，了不起啊！年纪轻轻就能淘来这样的大宝贝，真的卖了1600万，这钱也太容易了吧！财神爷果然给力。我这打工牛马的日子说好起来就好起来了，这以后我得买豪宅、买豪车、买黄金、买珠宝首饰，这暴爽的日子触手可及了。怎么啦，我的大小姐，想我啦？诗涵，陪姐妹我出来逛街，马上就来。乐乐，你这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逛古玩市场了？今天我爸生日，我爸喜欢看书，尤其喜欢些老书。哎，你不是说你最近运气好，捡了2次了？求求我的好姐妹，帮我长长眼。你要是能帮我淘到真古书，赚多少都算你的。行。清朝古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嘞。哎，这有个旧书摊，在这给我爸挑2本。行，老板。这书能打开看看吗？那不行，这都是精装版，收藏用的。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哪怕你不小心弄坏一个角，我都损失巨大。你这不让看，我们怎么知道这书质量有没有问题啊？嘿，小姑娘，我老黄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2字。这些是我早上刚从一个老胡同的四合院里收的，那家那据说可是代代的书香世家，据说祖上在清朝还当过高官呢。这些都是在他家里扒出来的。讲的故事比真的还真，谁信呀？诗涵，我们走。好。那几本书都是价值好几10万的老物件。真的假的？诗涵，这么快就找到好东西了？哪有什么好东西啊？老板，你说个价格，如果价格合适，那我就把这书带回家。哎，我也不瞒你说吧，我们是打算当生日礼物送人的，不想买太贵。小姑娘，这不瞒你说，这每一册的史书呢，我都是花了1800元收的，这怎么着也得让我挣个辛苦费呀。你们要是实在喜欢五朝史书，你们就给个1万的整数。老板，你狮子大开口吧，我家就有一套这样的精装典藏版，我爸说了，最多就值个2、3千。哎，小姑娘，你要再这个态度，你这个生意我可不做了啊！我总不能这亏本还吃力不讨好啊！老板，这样吧，你给个诚心价。不卖，不卖，我宁愿呀卖给懂行的人。看他说的挺有骨气，可眼神一直往我这边瞟，明摆着是以退为进呢。你这个老狐狸，可惜啊，老板，我本来觉得吧，
这种精装书市面上还挺少见的。我想着，你要是给我们便宜个1、2千，那我们就咬咬牙，我们就买了呢。你这，算了啊！我们回头去书店淘淘看，没准就有了呢。哎，我说黄老板，人家小姑娘既然这么喜欢，那你就满足了人家心愿噻。小姑娘，这老黄做生意啊，还是比较实诚的。你这刚才说2、3千，这可有点太低了。你总要让人家赚个烟酒钱吧？你总要让人家赚个烟酒钱吧？这个老板啊，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吧，5千，我们全部买走。你赚多赚少，我们也不去探究了。哎，行吧，小姑娘，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啊。5000也有点贵啊。听我的，亏不了。付过去了。二位拿好，慢走。老王啊，这1000块辛苦费，等会儿转给你啊。王老板，这一笔最少得赚80%吧？哎，今天啊，你运气真好，刚一来就开张了。这什么都不懂行的小姑娘，不趁机宰她一笔，更待何时啊？我爸要是不喜欢那套古书，你可别生气啊。他平时看着温和，其实对老物件有点挑剔。放心，你爸一定会喜欢的。爸，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女儿啊，你怎么才来呀？诗涵也来了，好久不见，都成大姑娘了。叔叔好，快坐。你这孩子，人来了就行了，怎么还买礼物啊？诗涵辛苦了，陪着乐乐逛1天了吧？哎呀，不辛苦，我俩可是最好的朋友，应该的。乐乐，这是什么礼物啊？快打开让大家看看。建国，我看看你姑娘送的啥，说不定是好东西呢。你们2个呀，看到礼物就走不动道，这可是我闺女送我的，就是一套史书啊，不错，闺女有心了。这书啊，看着就是旧了点，可是我这书房啊，就是缺这个。这书不得了啊！哎呀，这纸是竹纸吧？颜色偏黄但不脆，墨迹也透纸背，不像是现代仿的。别开玩笑了，这就是孩子们随便买的。你看这落款，道光20年手录。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这可能是清朝手抄本，还得再仔细看看。但这纸和墨至少有100年历史了。这真是手抄本？姑娘，你这书哪儿买的？这批注的字迹像是清代文人王隐之的风格呀。哎，对了，诗涵，刚才张叔叔说的王隐之很有名吗？清代的大文学家，他的批注比那书的价值都高。错不了，这就是王隐之的手抄本。建军，你姑娘给你淘到宝了呀？真这么值钱啊？哎，你听我给你报个价，唐史至少250万，宋史120万，元史70万，明史36万，清史15万，加起来价值500万呢。老张，你不会看错吧？就这本古书就这么值钱？你看这纸，是清代的连四纸，现在有钱都买不到。你再看这装订，是蝴蝶装，只有当时的文人才会用这种工艺。不是我吹，这书拿到拍卖行还能再涨点。5000块钱买到500万的东西，诗涵，你也太幸运了吧！爸，快看看，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宝贝。哎呀，还是姑娘有心了，知道我喜欢古书。里面好像有东西啊。轻点翻，别弄坏书页。建军，你慢慢的把书页分开一些。轻点，再轻点，别把书页弄坏了。这里面不会藏着银票吧？大青龙油，而且是全套里扩编大龙啊！快放里面，别受潮了。哇，山河一片红，这可是真有，这在市场上至少价值几千万呢。
几千万。乐乐呀，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几千万？我这是给我爸送了个金矿啊！爸，这邮票真这么值钱吗？志涵，这书是你挑的，这邮票也是在书里发现的。书我让乐乐原价补给你，但这邮票我不能要。哎，朱叔叔，我可不知道这书里还有邮票。既然这书乐乐已经送给您了，这邮票啊是在书里边被朱叔叔发现的，这是朱叔叔运气里边的福气。那要不这样，这书就当你送叔叔的礼物，我把邮票送拍卖，拍多少钱都是你的，就这么定了啊。各位藏友，今天咱们专场拍卖的第一件拍品就是清代大龙、小龙、盘龙全套邮票，共10张，其中包含真罕的扩边大龙，邮票品相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起拍价1000万元，1200万，1500万，2000万。这才刚开始就翻了1倍多。张教授说这个值几千万，真没想到这么抢手。这要是拍下来，得值多少钱啊？5000万，5000万，5200万，5500万。各位，这套邮票可是清代邮政的开山之作，扩边大龙存世量不足10套，错过今天可就没机会了。7000万，7000万，好紧张啊！淡定，淡定点。7000万1次，7000万2次，7000万3，7600万，7600万，7600万第1次，7600万第2次，7600万第3次，成交。哎呀，7600万，这也太夸张了吧！比我看到的价值还要高。7600万，这也太夸张了吧！比我看到的价值还要高。接下来的拍品是刚爆出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起拍价1000万元，1500万，2000万，2500万，2500万1次，2500万2次，2500万3次，成交。李女士、朱先生，2套邮票总共拍了1亿1000万，扣除5%的手续费，实得1亿0450万。这钱我现在转给您。啊，转给诗涵，这是他的东西。诗涵，快收下，这是你应得的。就是，你现在可成小富婆了。那就谢谢朱叔叔。银行到账1亿450万。我这是不是也算是身家过亿了呀？财神爷，你看啊，个10、100、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我这之前我还是交不起房租的打工族呢，现在我能有这么多钱？财神爷，你真是太给力了！个10、100、千万、10万、100万。李诗涵，恭喜啊！财神爷，你怎么来了？难不成是看我赚了钱，特意来恭喜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阵子靠神童捡漏，身价已经累计超过了1个亿了，达到了财神眼升级的条件。升级？升级？我这财神眼还能升级啊？财神爷，这升级之后有什么作用啊？我现在能看见物品的价值，这已经很厉害了。那升级之后呢？升级之后，你的财神眼不仅能看到物品本身的价值，还能看到隐藏价值，比如藏在书里的邮票，现在家具里的宝贝，都能看到隐藏价值。还真是，财神爷，这箱就是我15块钱买的，这真准啊，好厉害！好好用这双神童，以后你的致富路还长着呢。不过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别用错了地方。放心吧，财神爷，我知道的。好了，我该走了，下次等你身价过了10亿，我们再见，你会有新的惊喜。啊，身家过10亿的时候，还会有新的惊喜。财神爷，我会努力赚钱的。
这也没什么隐藏的好东西啊。老板，你这罐子多少钱？先生，你真有眼光，这是我摊上最值钱的一个，被你一眼看中了。这是我从一个熟人手里收购来的原青花龙纹罐，据说古代只有皇上才可以使用。你要是买回去忘了100，还能镇压家里的风水。老板，我问的是这罐子你多少钱卖？15万。这罐子个头大，我买回去插花用。老板，你也别蒙我，500块钱可以，我带走。500不行，我这成本都花了800，1000你拿走，我就赚个辛苦费。这老板真逗，要价15万，结果1000就能出手，白白忽悠了一大堆废话。你觉得这个值多少？要价15万，结果1000就能出手，白白忽悠了一大堆废话。你觉得这个值多少？我觉得这老板出手的话，1000其实可以，但是如果我的话，600。就这个价。哎呀，姑娘是内行人啊。行，今天就破例一回，赔钱赚吆喝，你拿走。好，过去了啊。这木雕罐子里有值钱的宝贝，2个亿。老板，你这个木雕罐子多少钱？1000块，没得商量。算了，反正要赚老板2个亿，1000就1000吧。行，那就1000，我要了。1000就1000吧。行，那就1000，我要了。哎，这个木雕罐子不值钱，最多100块。老板，100卖不卖？这个年轻人，你也是懂行的。这一行有一锤定音的规矩，如果人人都可以反悔，那这生意还怎么做？老板，转钱。过去了。好，你的东西拿好。走了。刚才那个木雕罐子有点不对啊。哎，女士，等等。有事儿？冒昧的问一句，这恐怕不是个普通的木雕罐子，能不能让我长长眼？你是内行人？内行都算不上，我爷爷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看得多了，多少知道一点。女士，您刚才毫不犹豫地买下它，肯定是个高手。如果真的是宝贝，我愿意高价回收。实不相瞒，家里经营着一家小拍卖行，如果是真东西、好东西，我绝不回口。你不信？我姓钱，我叫钱月明，不知女士如何称呼？我叫钱月明，不知女士如何称呼？我姓李，叫李诗涵。你就是李诗涵？你认识我？您就是前段时间在千禧拍卖行拍出阔边大龙和山河一片红的李诗涵女士啊！没想到我这么有名。不是有名，是那场拍卖会太轰动了。我是千禧拍卖行的总裁，本来那天我特意留出时间要去见你，但是临时被海外的集市给绊住了，只能让手下去盯着。后来听说拍品是您从旧书里面淘出来的，我还一直遗憾没有机会认识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那还真是巧了。李女士，你买下这个木雕罐子，肯定不是看中它的木雕本身吧？这罐子难道有什么玄机？玄机也说不上，我就是觉得它值2个亿。李女士，你别开玩笑了，这个木雕工艺粗糙，木料用的也是普通的黄杨木，最多值100，怎么可能值2个亿？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但我话说在前头，我说它值2亿，它就值2亿。李女士，我承认您之前的眼光厉害，但这次可能真走眼了。要不这样，咱们打个赌。什么赌？那咱们就现在切开这个木雕，如果里面真的有宝贝，经鉴定值2亿，那我再多出2000万，2.2亿买这件宝贝。但要是里面啥都没有，就是个空罐子，那您得倒给我100万，就当是给我这趟白激动的补偿，怎么样？姑娘，别赌啊！这罐子一看就是普通的木头，开了肯定没有啥。10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是啊，钱总可是拍卖行的老板，懂行的很，您别冲动。姑娘，我这罐子真就是个普通货，你可别跟自己的钱过不去。有冤大头主动上门给高价，还送2000万天头，这种好事我求之不得。
有冤大头主动上门给高价，还送2000万天头，这种好事我求之不得。行啊，我跟你赌，不过得找个靠谱的师傅来开罐，别把里面的东西弄坏了。好，我这就联系附近家具厂的师傅过来，让他带小型切割机过来，保证小心操作。可以。哎呀，这玩这么大，这是疯了吗？看来真有实力啊！钱总，切割机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吧，小心点，尽量别碰到里面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的话，开始吧。是。你看，里面就是黑幕，哪有什么宝贝？姑娘这1个亿，怕是要赔了。是啊，钱总都皱眉头了，肯定没希望了。看来这次你是真的看走眼了。急什么？再切2毫米就能看到了。不对劲，这里面有硬物，不像是木头。不对劲，这里面有硬物，不像是木头。郭师傅，再小心一点，再慢点，把缝隙磨大一点，千万别碰到里面的东西。哎呦，这看着像牛角做的杯子。这是亚洲犀牛角马蹄杯，你看这鱼子纹清晰得很，还有这杯底落款大明宣德年制啊，还真是明代宫廷的犀牛角杯啊！亚洲犀牛现在可是保护动物，存世的老杯子少得可怜，就算是有蛀孔，简单清洗后也不影响其价值。这杯子至少值2个亿呢。就算是有蛀孔，简单清洗后也不影响其价值。这杯子至少值2个亿呢，2个亿啊！2个亿啊！真是少钱！怎么可能？见证奇迹啊！天哪！林女士，我说了，愿赌服输，这2.2亿，我现在就转给你。银行卡收账2亿2千万元。钱总说话算话。我实在是好奇，您是怎么看出在这个木雕罐子里面会藏着这么贵重的犀牛角杯？难不成您会透视？透视什么的肯定不可能啊！我呢就是直觉，女人的第6感，你知道吗？我就觉着这木雕罐子看着不一般，没想到真没猜错。哎呀，姑娘，你这感觉呀，可比我们这些老东西的眼光厉害多了。你以后再淘到宝贝，能不能先通知我们这些老家伙，让我们也开开眼呢？哎，你以后再想出手宝贝，千万别联系别人，直接找我。我们千禧拍卖行能给你最高的价格，还能给你开专场拍卖会，保证你的宝贝啊卖出更高的价格。行，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跟钱总合作。哇塞，这么合作厉害！这真是大事啊！可以。我一定跟钱总合作。哇塞，真厉害啊！这真是大事啊！可以。唉，怎么说我现在也已经身家上亿了？我买点黄金首饰犒劳犒劳自己。金镯子来了，欢迎光临金生生，女士，看您要点什么呢？我先看看啊。看来这金店的装修也不太行啊，都摆着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瓶子值5亿，而且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把它放在这里当花瓶，肯定不知道这个瓶子的价值。我要把这个瓶子淘到手就发达了。女士，您是想看项链还是手镯、戒指？我就想买点黄金首饰，好看的就行。哦，你们这儿是钱足金吧？我就想买点黄金首饰，好看的就行。哦，你们这儿是钱足金吧？必须的，我们这里假一赔10。行。镯子，这一对镯子，还有这个戒指和那个戒指，然后这个项链吧。算了，这盘都给我装起来，看看多少钱。好嘞，女士，这里呢一共是有72克。市场价是918一克，
这里的手工费是68元，所以总计是70992元。这个报价和我看到的价值一样，卖的黄金倒是挺实在价。行，刷卡吧。好嘞，女士。您的卡，女士。哎呀，你说我今天在你们店买这么多，是不是该给我点赠品？就比如送一幅画什么的。你说我今天在你们店买这么多，是不是该给我点赠品？就比如送一幅画什么的。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些店里的画呢都是精品，比你这些首饰都要贵呢。都是些假货，还想骗我？这么贵啊！哎，那算了，那能不能送我点别的？不好意思，女士，我们店呢满10万块钱呢可以送你一块玉，你看看要不要再选点其他的？玉啊，那好玉的很贵的，你们拿来当赠品的玉，那肯定不是好玉，我不要。那玩意儿戴着还会伤害健康的。我能不能从那博古架上挑一个？女士，我们这里的瓷器呢，最便宜的要10几万，最贵的要30多万呢。那下面那些呢？下面那些跟垃圾一样的，不可能也价值上万吧？您猜对了，女士，这些呢虽然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呢，这些最便宜的也要1、2千呢。这些呢虽然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呢，这些最便宜的也要1、2千呢。我在你们店买这么多东西，什么赠品也没有啊！这样吧，女士，如果您能买够10万块钱，我就去向老板申请一下，让他呢多给您挑一件，相当于给您多优惠了钱。您看看我这诚意如何呢？你不要再犹豫了，像这样的优惠之前可从来没有过，我可是顶着被老板骂的风险去求他的，我这诚意可是十足啊！行吧，既然你是爽快人，那我也给你爽快。这样，这块大金表也给我装上。好嘞，女士。要不然赠品就把那个插着假花的那个瓶给我吧，我回去把那瓶洗洗，正好摆我家客厅。好的，女士。女士，您的东西。女士您慢走。真是个土包子，为了一个垃圾黑瓶、黑树假花，居然一口气花了10万多。早知道我刚刚多坑他一笔了。为了一个垃圾黑瓶、黑树假花，居然一口气花了10万多。早知道我刚刚多坑他一笔了。这个宝贝花瓶如果真的价值5个亿，很可能会引起古董界和文化界的震动啊！我必须得赶紧找人鉴定。喂，李小姐，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好事啊？钱总，你现在在哪？我在拍卖会呢，正在和几个古董界的行家喝茶。你要是有时间也过来坐玩。行，钱总，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说。行，你打车到拍卖会，我到门口接你，你自己小心点啊。诗涵。钱总，保持距离。吓我一跳，什么宝贝啊，还要保持距离？你见过价值5个亿的花瓶吗？钱总，保持距离。吓我一跳，什么宝贝啊，还要保持距离？你见过价值5个亿的花瓶吗？5个亿啊？还真没有。之前有元青花瓷上拍卖会，也只是拍了2.3个亿。5个亿的花瓶，还真没见过。你到底捡到什么颠覆性的宝贝了？你猜？这我哪猜得到啊？走，咱们赶紧进去说。诗涵，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古董界的行家，这3位都是清北大学考古系主教授朱教授、王教授、赵教授，这3位都是行业顶尖的存在。太好了，3位古董界的大佬都在，正好一起给我这个花瓶做个鉴定。朱教授好，王教授好，赵教授好。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李诗涵，前几天的邮票拍卖会就是出自他手。李小姐年轻有为啊，不简单。钱总可是把你一顿夸，说之前你还捡漏了一幅徐悲鸿大师的真迹《双骏图》，可惜我这次没有机会一睹大师真迹的风采啊。诗涵，你刚才说的宝贝，赶紧拿出来，让我们都过过眼。
就是一个黑瓶。李世涵，这是看走眼了吧？我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呀。王教授、赵教授，你们也长长眼，这个东西有点意思。了不得呀，了不得啊！老王，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来给我看看。赵教授，你可慢点。钱总，这瓶子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你看出什么了吗？我也一头雾水呢。不过看情形应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应该不是个普通的瓶子。钱总，借放大镜一用啊。麻烦把灯关了。了不得呀！到底怎么了？了不得呀！到底怎么了？钱总，在明朝瓷器中，你见过青釉瓷青得发黑的那种釉色吗？明朝瓷器烧制工艺到了一个巅峰，在单色釉中有白釉、黄釉、蓝釉、红釉和酱釉。至于你说的青釉，甚至青得发黑的釉色瓷器，没见过。在双色釉瓷器中，你见过这种里外都是用一种色釉的瓷器吗？比较常见的是用蓝釉搭配另外一种釉色烧制成二色釉瓷器，其中红釉和酱釉二色釉瓷器最为珍贵，但大多数都收藏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中。至于你说的里外都是同一种釉色的瓷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标本现世。赵教授，这个黑瓶有什么来头？钱总，刚才你也看到了，聚光灯打上去，反射出来的是青光，证明不是黑釉，是青釉。瓷器底部有明显的火石红斑痕迹，这是明朝瓷器的一大特征。大明洪武年间的青釉颜色偏重偏暗，所用青料是进口的苏麻离青，上釉偏重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偏黑的。所用青料是进口的苏麻离青，上釉偏重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偏黑的。再看这釉面非常肥厚滋润，胎体厚重，整个造型立体丰满，线条流畅。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双耳瓶是同色釉，在双色釉器中是一种另类，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瓷器。这双耳瓶很可能是明洪武年间的珍品。对，绝对是珍品。洪武18年秋。天哪，这是奇迹！这世上竟然还遗留着这样的瑰宝啊！不可思议，不可想象，这简直是颠覆我们的认知。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标本，这是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李小姐，你是怎么判断这东西是真品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李小姐，你是怎么判断这东西是真品的？我就凭直觉，我就是凭直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值5个亿，而且我还感觉它的价格还会一直往上涨啊！哎呀，是啊，你这个瓶子花多少钱买的？大概10万吧。这点钱和双耳瓶本身的价值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啊！我的意思是我花了10多万买了些黄金首饰，这个明洪武3爪暗龙铜青釉双耳瓶是赠品。诗涵，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国之重宝？我打算自己永久收藏。这双耳瓶一旦被证实是明朝洪武年间的珍品，那必然会引发文化界海啸般震动。这可是举世无双的国宝，这双耳瓶可以改变历史，让世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皇家风范。你真的不打算出手？让世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皇家风范。你真的不打算出手？你也说了，这是举世无双的珍品，当然不打算出手了。我想着就给它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让它一直存着。好，只要不流到海外就行。朱教授，这个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咱们华夏的瑰宝落在洋人手里。满意。好。李女士，您的宝贝已经存好了，这是您的专属钥匙，下次取用提前1天预约就好。我们24小时都会有人看守，哪怕台风天都不会断安保。谢谢啊，真是太麻烦了，我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放在家里，我总担心的睡不着觉。应该的，您能把这么珍贵的物件放在我们银行，是信任我们。喂，思涵啊，跟你说个事啊，下个月房租涨1000，你也不看看周边行情，隔壁楼同样的户型都租到3500嘞。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赶紧找下家，我这个房子不抽租的。隔壁楼同样的户型都租到3500嘞，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赶紧找下家，我这个房子不抽租的。涨租又涨租，上个月刚涨了，这个月还涨，涨得也太频繁了吧。李女士，您要是租房不方便，我们银行有合作的高端公寓，不仅地段好，而且不用跟房东打交道。我不租房，与其被别人用房租拿捏着，那我不如自己直接买个房子，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女士您好，是想买刚需房还是买改善房？我们这有地铁口2居，也有学区房大3居。我要买栋豪宅，最好是那种独栋带庭院的。哦，我喜欢中式风格。哦，预算不是问题，只要它地段够好，品质够高。好的，请您跟我来。您先喝水。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实力，那正好，我手里呢有一套压箱底的房源，就是在西郊的水墨江南的中式别墅啊，那个地方可是个风水宝地，旁边呢就是湿地公园，开车到市中心只需要20分钟。那就好呀，正好，我就喜欢中式别墅，有没有照片？有，你看，这是纯中式园林设计，白墙带瓦，还有一个私人庭院。这庭院里啊，种了30年的桂花树。每年院子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香的。只不过这个房主他有一个死规矩，就是必须2亿全款，1分都不能少，而且零头也不让摸。您看，您还考虑吗？2亿全款呢，不是问题。这样吧，让我先去看看房子，到时候只要房子合心意，3天内我把钱给你打过去。您都不问问有没有折扣？没事儿，房子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东西值这个价，多花点也无妨。房子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东西值这个价，多花点也无妨。哎，那我现在给您联系房主。不过林女士，我得跟您透个底，这个房主陈先生呢，脾气有点怪，不爱说话，只认死理，只肯把房子卖给懂行的人。到时候您千万别介意他说话直啊。没事儿，房子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是问题。这房子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呢，跟古代的王府似的，住在这里肯定很舒服。李小姐，你看这个房子，这些啊都是房主陈先生他祖父亲自设计的，连这绿植啊都有特殊的寓意，说什么改善风水，祝户主万事顺遂啊。这屋子里的字画还有家具也都是老物件，陈先生说呀，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别人啊都不让碰一下。张经理，这位就是想买房子的。张经理，这位就是想买房子的。陈先生，这位是李诗涵女士，她也是位懂行的，特意来看看您的别墅。哦，她呀特别喜欢中式风格。这房子呀是我祖父传下来的，本来不打算卖的，但家里出了点急事，我不得不出手。丑话说在前头，房子总价2个亿，少1分都免谈。如果你是过来看热闹的，或者只是过来砍价，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就有1亿多，这家宝贝肯定还有不少，如果能全部拿下就好了。
陈先生，2亿我能接受。您这房子的格局啊，还有庭院，我都很喜欢。就是我想着吧，您说我把房子买下了，您把这些家具都撤走，我还得重新置办，这有点太麻烦了吧？您把这些家具都留给我，我现在就能给钱，全款。行，只要今天能够全款到账，屋子里的东西我一根筷子也不会带走。我祖父跟我说过，东西啊得跟着房走，卖给不懂的人呢也是糟蹋。李小姐，你也太厉害了！之前有个客户出价2亿1千万，程先生就不肯给1件家具，现在居然全答应了。哎呀，陈先生人就是很好嘛，那就谢谢陈先生了。哎，现在是不是可以签合同了？当然，李小姐，这个房屋转让范围的条款啊，目前写的是房屋主体加固定装修，您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吧，这里面给我加一条，这房屋内的物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装饰、家具、挂画呀、书籍啊这些东西，以及储物间的全部物品。这个要写清楚的，不能马虎。不用看那么细，你说加就加，只要今天这个全款到账，随便你怎么写。我这就把钱给您转过去。钱到账了，我也该走了。这房子呀，我就交给你了，东西随便你怎么处置。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陈先生慢走啊！这房子也买完了，哎，我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忙？哦，好，那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哎呀！1亿，这抽屉里到底是什么？我去，这里面每一件价值都在1000万以上，这回真是捡了大漏了。喂，钱总。诗涵，什么事啊？我新收了个别墅，这里面藏了不少宝贝。我跟你说，就博古架上那些文物啊，随便拿出一件都够吓人的。你赶紧带朱教授过来啊！诗涵，你又捡漏了。我跟朱教授正在拍卖行整理资料呢，这有动身，20分钟就到。对了，要不要提前联系安保？哦，这个不用，你们尽快过来就行。哎，好。哇，我的天！诗涵，这就是你说的几件宝贝？这都可以开一个小型博物馆了。这是清康熙青花龙纹瓶，你看这龙纹笔触，还有这釉面包浆，这瓶子至少值3000万。上次拍卖会拍了一件类似的，才2800万，你这件品相更好。拍了一件类似的，才2800万，你这件品相更好。朱教授，再看看字画呢。哦哟，这纸是明末的连四纸，颜料是矿物颜料。你看，这荷花的晕染，8大山人的印章，没错，这是8大山人早年的墨河图，初步估计2亿。京都的张启元张老板给我发消息了，初步估计2亿。京都的张启元张老板给我发消息了，他听说有8大山人的真迹，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他可是明朝字画的死忠粉，上次为了一幅石涛的画，直接加价5000万拿下。说曹操到，估计是张总来了。不过不知道他看到这幅墨河图会出怎样的高价。哎呀，诗涵，刚刚和钱总通电话，他说有八大山人早些年的墨河图。要是真借，我出2.5个亿，绝不还价。要是真借，我出2.5个亿，绝不还价。张总，您先别急，你再看看这幅。这是八大山人的孤琴图，现存只有2幅，一幅在台北故宫，这幅保存更好。你看这羽毛的勾勒，还有题跋里的康熙辛丑年，这是他去世前1年的作品，堪称绝笔，价值至少3个亿。康熙辛丑年还真是绝品，这要是放到拍卖会上，至少能涨到4个亿啊！对了，还有这几幅四君子图，都看看。这是八大山人中年的代表作，笔法最为灵动，价值至少5个亿。我算算，墨河图2.5个亿，加孤琴图3个亿，加青花龙纹瓶3000万，再加四君子图1个亿，总共6.8个亿。这些我都要了。诗涵，你报个价吧，只要不离谱，我现在就打款。 2亿房款得抵消，还是得留点余地？2亿房款得抵消，还是得留点余地？那就这样，按照朱教授说的价格，6个亿一口价。6个亿是不是？张总，你再仔细看看，这题跋的结尾有八大山人晚年客居南昌的字样，这段历史极少记载。这幅画的史料价值比艺术价值更高，6个亿真不贵。好吧，6个亿就6个亿，这些我全要了。不过，诗涵，这别墅里还有没有其他的老物件？你这捡漏的本事，不会只盯着这茶几上这些宝贝吧？杂物间好像还有个旧木箱没打开。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到有个地方。走，我带你们去看看。1亿，比预想的低，但也不错。就是这个鼎，明末仿商代青铜鼎，你看这龙纹工艺，还有这炉足弧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款，是当时的官窑制品。虽然不是清代真品，但工艺精湛，价值1亿没问题。这个鼎我要了，再加1个亿，总共7个亿。诗涵，你看怎么样？再加1个亿，总共7个亿。诗涵，你看怎么样？张总爽快，那就卖你了。好，过去了。哎呀，终于把这些宝贝买到手了。回头专门建一个恒温仓库来摆放它们。张总，那您下回啊，如果要是还想淘些宝贝，我以后捡漏都叫你。7亿扣除2亿房款，净赚5个亿，再加上银行保险柜里那只5亿的双耳瓶，我这身价不是已经有10亿了吗？怎么财神爷还不来找我？
我这身价不是已经有10亿了吗？怎么财神爷还不来找我？财神爷，之前说的身价10亿，我现在已经到了，是不是该出来给我个惊喜了？奇怪了，财神爷怎么不显灵？难不成没有兑现金额的宝贝不在我的身价之内，所以财神爷不出来？那我得想个办法，找个机会再捡个漏。啊，这古玩城我看了半天也没淘着什么值钱的好东西啊，看来只能去找博古轩李老板还有千禧拍卖行的钱总了，看看能不能淘到点什么好东西。但我也不能空手去吧。我听说这家茶叶店的品质不错，买点就当顺水人情了。哎，女士，要买点什么茶？碧螺春铁观音、安吉白茶，还是要别的？老板，特供级的太平猴魁有吗？当然有啊！啊，看，顶级太平猴魁。哎，老板，你这太平猴魁，它连特1级的品质都没有吧？你这太平猴魁，它连特1级的品质都没有吧？你要是拿这种品质，价格我都懒得问了。哟，我瞅瞅，不好意思，拿错了，我给你换一个。这个可是我今年顶级的存货，品质保你满意。这个看着还行，开个10成价吧，别以为我不懂行。现在的行情你也知道，这样的太平猴魁在别的茶庄每斤至少是2000以上，我给你个实在价，1800如何？老板，你确定1800是实在价了？这没赚多少啊。这样吧，再便宜100怎么样？也不能让老板1分钱都不赚吧？1700就1700吧，行吧，给我来半斤。好嘞。这个老板把好的紫砂壶和一般的混放在一起，就算你有精品茶壶，也不会卖出个好价格。就算你有精品茶壶，也不会卖出个好价格。老板，啊，这些茶壶也都是你顺便卖的？我有一个卖紫砂壶的亲戚，生意不是很好，干脆关掉，去国外找他儿子享福去了。家里有仓库里还剩一点存货，我就拉过来帮他代卖。要不你也挑个，我也就赚个辛苦费，如何？这个紫砂壶竟然价值6个亿，看来我要捡大漏来了，必须拿下这个宝贝。女士，您的太平猴魁已经包好了，您看是要想买个紫砂壶吗？哦，老板，你这些紫砂壶呀，我觉得看起来都大差不差，没啥区别。我这些紫砂壶可都是我亲戚留下来的精品，都是个老物件，指不定还是哪个皇帝用过的呢。老板，你这可就是说大话了，这要是皇帝用过的，你还至于在这卖茶叶？哎呦，说多了说多了。女士，你要是喜欢你就选吧，我一定给你最低价。老板，这壶什么价？1万元整。算了，老板，太贵了，我还是茶叶在您这儿买，茶壶呢，我去别地儿挑吧。我给你打个折不行吗？就当我亏本处理了，1500，2套，你随便选。行，来个这个，再来个这个。好嘞，哎，女士，给您半斤茶叶加2个紫砂壶，一共是2350。过去了。哎，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再来买茶叶，我一定给你最大优惠。行，走了。茶叶，我一定给你最大优惠。行，走了。
哟，诗涵姑娘，你这可是稀客，你这小半个月没来，这次是不是又淘到什么好宝贝，急着变现呢？李老板还是这么眼尖啊！不过我这次就是专门来看您的，我顺便买的太平猴魁哦，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别嫌弃啊。这位就是你经常说的年纪轻轻捡漏徐悲鸿真迹的小姑娘？对呀，秦老，这位啊就是李诗涵。诗涵呐，这位就是秦老，是咱们市最大的古玩世家，秦家的老家主，专门玩明清瓷器和紫砂壶，这眼光啊可是毒得很呐。明瓷器和紫砂壶，这眼光啊可是毒得很呐。秦老爷子好，见到你是我的荣幸。好了，诗涵，赶紧坐吧。你这姑娘每次过来，要么带着宝贝，要么带着心意。这次又带什么好宝贝过来了？让我和秦老开开眼。这壶啊，看着像是民间的仿品，这壶身也没有釉面，做工啊非常一般。诗涵呐，你是不是打眼了？等等，让我再看看。你是不是打眼了？等等，让我再看看。你们看，这壶看起来是圆的，仔细看上面的纹路却是圆中带方，方中寓圆。这壶形看起来简单，实则成型实在不易，一般工匠做不出来。得是对泥料、火候、工艺把控极致的才可以。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看这壶盖和壶身连接处严丝合缝，这拿起来没有一丝缝隙。这做工啊非常严谨。诗涵姑娘，你看这下边的印，行一日间为我服，这是顾景舟大师的印啊。这壶是顾景舟的藏六抽角壶。顾景舟大师就是那位号称胡一泰斗的顾景舟。错不了，10年前我去京都博物馆见过同款的藏六抽角壶，就是这个，就是这印章的藏六抽角壶，就是这个，就是这印章。顾景舟大师的壶泥料，他亲自选自黄龙山原矿紫砂。你闻闻，就算壶身蒙尘，也能隐约的闻到一股紫砂的清香，不是普通的泥料能比的。还真是，顾景舟大师名震海内外，他亲手做的壶，这海内外有名的博物馆、文物馆都争相收藏。在几年前呢，他的那个石瓢壶就拍得了800万，还有后来有一个仿古壶，拍得了1200万。哎呀，这都还不是最高价。诗涵姑娘，你这简陋的藏六角壶，这可是世间少有的精品。哎呀，这都还不是最高价。诗涵姑娘，你这简陋的藏六角壶，这可是世间少有的精品。秦老爷子是真懂行啊，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比李老板还厉害。哎呀，这么厉害！其实这个壶呀，我也就是在茶庄偶然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壶它还挺顺眼的，我就给这么买回来了。没想到这么珍贵啊！诗涵姑娘，实不相瞒，我收藏顾景舟先生的壶几十年了，就差这款藏六抽角壶，凑成一套。这个壶你卖不卖？这壶价值6个亿。现在就看秦老爷子能出多少钱了。这壶价值6个亿，现在就看秦老爷子能出多少钱了。哎呀，秦老爷子，这你刚刚也说了，这可是顾景舟大师的真迹，这相当珍贵的。我呀，最开始我就没打算卖，我就是想拿过来给李老板，让他帮我长长眼。
不过这价格如果合适，这也不是不能卖。毕竟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得遇到懂它的人。嗨，是啊，秦老，这诗涵姑娘就捡个漏不容易，你呀可一定得给人一个实价。我知道这壶的价格，我也不给你绕弯子，6个亿，我这就转账给你，1分都不会少。秦老爷子居然正好猜对了价格，比我想象的还要干脆啊！秦老爷子，这个价格我很满意，那我就忍痛割爱，我卖给你。爽快！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哎呦，6个亿呀！这可是我开店以来最高的单笔交易啊！哎呦，诗涵姑娘，这是我的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微信，你以后再淘到什么好东西，尤其是紫砂壶和字画，第一时间告诉我。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比如鉴定或者拍卖什么的，就直接找我，我一定帮你。那就多谢秦老爷子了，以后可能还要多找您帮忙。诗涵姑娘，你这以后有什么好宝贝，可一定想着我呀。放心吧，李老板，我这忘了谁，我也不能忘了你。11个亿啊，终于够了。财神爷说过，身价过10亿会有新的惊喜，我得赶紧回家拜财神爷啊！财神爷，您之前说了，身价过10亿就有惊喜，我现在身价已经11亿了，财神爷也该显灵了吧？诗涵，不错啊，这才半个月的时间，你身价11亿了，你没辜负我给你的财神爷。诗涵，不错啊，这才半个月的时间，你身价11亿了，你没辜负我给你的财神爷。财神爷，您终于显灵了，您之前说的惊喜是不是该实现了？你财神眼该升级了，升级之前能看到物品价值，升级之后你能透视，不光能看到价值，还能看到物品的具体内部结构，比如藏在墙里的宝贝，物品内部的结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财神爷，我刚刚看到木头下面有个木盒子，木盒子上面还有刻字呢，真的有。试试看看别的，比如墙上的画。财神爷，我看到了，画后面有一张字条。透视眼真厉害，以后有了这个透视眼呀，那我捡漏不是更轻松了？好好利用这个能力，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下次等你身价过100亿，我还会再给你更大的惊喜。100亿惊喜！财神爷，你能不能先透露透露，100亿惊喜到底是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了透视能力，说不定能淘到比顾景舟紫砂壶还要贵重的宝贝了。为了100亿，我得赶紧搜罗宝贝了。什么时候我才能赚到100亿？我也不可能天天捡漏成功。现在要怎么办？100亿，20亿，整整20亿！这比我之前所有宝贝加起来都值钱。财神爷刚升级的透视技能也太给力了！这比我之前所有宝贝加起来都值钱。财神爷刚升级的透视技能也太给力了！我去，这破土也太硬了！
挖半天连个坑都没挖出来。你小子昨晚没睡好，没力气吧？我来。什么玩意儿这么硬，差点把我镐头给我弄掉。干什么呢，磨磨蹭蹭的？赶紧挖，下午要浇筑地基的。工头，不是我们磨叽，这石头特别硬，刨不动啊。哎，你接着挖啊！哎呀！2、1，就是现在！各位师傅辛苦了。不辛苦，干活嘛。哎，这块石头看着挺别致的，这石头卖钱吗？哎，这块石头看着挺别致的，这石头卖钱吗？哎，姑娘，这破石头满大街都是，你买它干啥呀？怕不是傻了吧？就是啊，这石头又沉又没用，买回去占地方还碍事。这姑娘看着不像差钱的，说不定是想捡个稀罕玩意儿，正好宰她一笔。哎，姑娘，你可真有眼光，这石头可不是普通的，我们挖地基时少见的硬质地花岗岩，是珍贵的建筑材料，结实的很。这工头一看就是想宰我，不如将计就计，赶紧拿下宝贝走人。我呀，觉得这个石头放在我们家院子里边当摆件特别合适，出价吧。既然姑娘喜欢，我也不漫天要价，一口价500块，这可是实打实的好材料，平时想买都买不到。如果你喜欢，哎，扫我转钱就行。行，500就500，这么好看的石头，我喜欢最重要。那转过去了，500就500，这么好看的石头，我喜欢最重要。转过去了。姑娘真是爽快人，哎，这石头归你了。哎呦，那我走了。赚了赚了！喂，钱总，你赶紧带几个懂行的，准备做个20亿的大生意。20亿？诗涵，你又淘到什么宝贝了？这么大阵仗！等一会儿我到了千禧拍卖行之后你就知道了。我跟你说，保准让你大吃一惊。现在古玩行业没什么好东西，倒是赌石界出了块帝王绿，不过可惜被海外的买家拍走了。现在想淘块好原石太难了，要不然就是假货，要不然呢，价格炒得虚高。诗涵，你终于来了，等你好久了。诗涵，你怎么包了块石头？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实在是我这个宝贝太沉了。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实在是我这个宝贝太沉了。诗涵，你说的20亿的大活，就是这块石头？对，就是它。我跟你讲，刚花了500块，亲眼看着它从地下挖出来。诗涵姑娘啊，这就是个普通的花岗岩，外表毛糙，质地坚硬，没什么特别的呀。这何止是普通啊，简直就是块废石，20块钱都嫌贵，扔大街上都没人要。确实就是块废石，不可能有原石。诗涵姑娘，你该不会是看走眼了吧？20亿，你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就算是极品的帝王绿，它也达不到这个价啊！我没开玩笑，它里面是黄的，虽然我不懂它里面是什么吧，但是它呀，肯定值20亿。黄色原石20亿，姑娘，你要是不懂就不要乱说，免得别人笑话。赌石讲究的是一刀穷一刀富，但是也得看石头的品相。你这块石头连个松花蟒带都没有，里面呀绝对是空的。诗涵姑娘，我知道你之前捡漏眼光独到，这赌石和古玩不一样，风险极大，你可不能凭感觉啊！我既然敢说，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既然诗涵这么有把握，我们现场就把它给切开。如果是宝贝，那我20亿收了；如果是空的，你给在座的各位行家1万块钱的红包，当请大家吃饭了，怎么样？这个提议不错呀！这么轻松就找到了买家，这赌打的太值了吧！20亿马上就要到手了，成交！那我们大家就一步切割式，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块石头到底是废物还是宝贝。等你们切开，你们就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赢家。等你们切开，你们就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赢家。今天咱们就看看诗涵500块淘的这块石头能不能创造出奇迹。奇迹？我看是闹剧差不多。
这块连松花、蟒带都没有的破石头，如果它能出宝贝，我就退出赌石界。赌石界呀，讲究的是皮蚬、松花、蟒。这石头光滑的跟鹅卵石似的，连点能判断的特征都没有，绝对是空的。我赌石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原石没见过？这石头一眼就看着普通的花岗岩，密度大，硬度高，即便是有东西，也是普通的杂石。这里边有没有宝贝，切开不就知道了吗？到时候呀，可别有人说话不算数。钱总，机器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开始吧，小心点操作，别伤着自己。开始吧，小心点操作，别伤着自己。师傅，切那边那个位置。好嘞。你看，这火花剑的典型的花岗岩的特征。如果是里面有玉，火花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看呐，这姑娘就是被之前的好运冲昏了头脑，真以为自己是鉴宝神人了。里面要是空的，我倒要看看她怎么收场。秦老，这诗涵姑娘之前眼光挺准的，这次怎么就这么糊涂？花500块钱买个破石头不说，还敢赌20个亿，哎，真是年轻气盛啊！等等，这石头好像不对劲儿。还敢赌20个亿，哎，真是年轻气盛啊！等等，这石头好像不对劲儿。秦老，您看出什么了吗？这块石头的皮质有什么问题？你们看，这石头皮质粗糙，但灼烧的痕迹和普通的花岗岩不一样，这皮层下面好像还藏着一层什么。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原来啊，就是个乌鸦皮。这种皮壳的石料啊，我见多了，看着不怎么样，里面也大概率是废料。就算是有东西啊，也是品质极差的杂玉。这石头也太硬了，比花岗岩还难切，手腕都快酸了。这什么东西这么黄？这什么东西这么黄？这是田黄。田黄？王老，您说这是田黄？那个有石中皇帝之称的田黄？没错，这是田黄，而且是极其罕见的乌鸦皮田黄。这么大一块田黄，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一块田黄原石，价值至少20个亿啊！500块淘到了20亿的宝贝，这简直是捡了天大的漏啊！诗涵姑娘，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诗涵丫头，你确定这宝贝要卖？我既然把它带过来呀，自然是愿意卖的。我既然把它带过来呀，自然是愿意卖的。这乌鸦皮田黄我找了30年，当年我父亲就是因为一块乌鸦皮田黄遗憾终身。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乌鸦皮田黄，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诗涵姑娘，我知道你不缺钱，但是这个宝贝在我这里，我会好好的把它珍藏，绝不会让它流到海外，更不会让它蒙尘。秦老爷子，乌鸦皮田黄我可以卖，我有一个条件。别说一个条件，就是10个条件我也答应你。你说什么条件？该不会想加价吧？诗涵姑娘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之前她还捡漏了不少宝贝，从来没有漫天要价过，一定是有别的要求。我没有想要加价，我呢也不要什么贵重物品，我的条件就是能跟秦老爷子您学这些鉴定古玩的本事。能跟秦老爷子您学这些鉴定古玩的本事。好啊，没想到你提这样的要求，我收你为关门弟子。诗涵，你没开玩笑吧？20亿的宝贝，你竟然只要跟秦老学本事啊？当然没开玩笑，这钱嘛，我现在也不缺，本事可是花钱买不到的。而且秦老爷子呢，他又是古玩鉴定方面的行家，能跟您学习，我非常荣幸。好，姑娘有眼光。现在的年轻人呐，都忙着挣钱，像你这样沉下心来学本事的不多了。你放心，我把所有的本事都交给你，让你成为最厉害的古玩鉴定专家。诗涵姑娘，你可是捡了大便宜了。秦老的鉴定本事在古玩界那可是顶尖的，多少人想作为他徒弟，他都不肯。今天你是走了大运呢。就是秦老的关门弟子啊，那可比20亿值钱多了。以后在这古玩界，谁见了你不得给你几分薄面啊？
以后在这古玩界，谁见了你不得给你几分薄面啊？真是不光会在古玩界捡漏，还会选靠山。秦老爷子可是古玩世家的老家主了，有他罩着你，以后你在古玩界可以顺风顺水了。谢谢秦老爷子。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另外，一会儿跟我回去。跟您回去？关门弟子怎么也该有个像样的仪式吧？诗涵，随便坐，就像来自己家一样。不愧是古玩世家，秦府的布置真雅致，每一件都是珍品。啊，老爷，茶备好了。既然做了我的关门弟子，入门礼自然不能寒酸。到我书房，把那个紫檀木礼盒取来。秦老爷子，这入门礼难道是件稀世古玩吗？啊，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是家里传下来的，等会儿就知道了。1000万，入门给这么大的礼？这是咱们秦家的祖传之物，是明代出土的珍品，专门传给关门弟子。你不要小瞧它，这盒子的木料是当时御用的金丝楠木。50亿，50亿，这比我之前所有宝贝加起来都值钱呢。这暗格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啊？秦老爷子，这个我不能收，这首饰盒本身就价值连城，我受之有愧。怎么，你觉得这礼物配不上你，还是不想做我的关门弟子？不是的，秦老爷子，我实在就是觉得这份礼物太贵重了，远超我的预期了，我不敢收。你这丫头不过是一个价值1000万的首饰盒而已，我秦府比这值钱的东西还有很多，你要是不收，就没把我当师傅，就没有真心入我门下。可是……别可是了，我秦某人既然收你为关门弟子，见面礼必须收下。你要是再推辞，我就可当你反悔了。我可以收下，我有一个请求。你说？我要当面现在就把它打开，如果里面真的有更贵重的东西，您随时可以把它收回去，毕竟这是秦家祖传之物，我不想要占便宜。你这丫头倒是实在。行，你打开吧。这盒子在我手里半辈子，就是个空盒子而已，里面除了一层绒布，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了。这怎么有个暗格？秦老爷子，这好像是块玉印。这玉质细腻，包浆厚重，这好像是汉代的和田白玉。这暗格也太隐蔽了，我硬是研究这盒子几十年，这暗格我竟然没发现。秦老爷子，咱们现在既然确定不了这东西的年份和价值，不如我打电话给钱总，让他们过来看一看。让他们也过来见识见识，我这关门弟子到底有多好的运气。喂，石涵，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在秦老爷子这儿发现了一块好像是汉代的玉印，上面有模糊的篆字，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汉代玉印，我马上联系朱教授，10分钟后出发，你们等着啊。秦老爷子，您看这儿。这是皇家专用的龙纹，龙纹碎玉，玉玺的主人绝非凡人。老爷子，这可是天大的发现啊！没想到在这祖传的首饰盒里还藏着这么贵重的宝贝。这就是那个玉玺吧？快让我看看。啊！这篆字是大明之宝，可是朱元璋的玉玺不是早在战乱的时候就丢失了吗？怎么会出现在秦家的首饰盒里？
全总眼光毒辣，这篆字的笔势确实贴合明代官印风格，但还得靠仪器检测。快把光谱检测仪打开。玉料是明代和田籽料，密度、油润度都达到了顶级标准。还有这印泥残留，成分分析显示是洪武期间特制朱砂，罕见的沉砂晶体，这可是宫廷特有配方。只是如果真的是官窑出品的东西，底部为什么没有任何篆字和刻印呢？我有新的发现，你们看，这个玉玺它有一个内部的刻字，洪武18年造。内部刻字？这玉料致密，除非切开，否则根本看不到内部啊。我之前练过一些观察手法，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用强光照一下它的侧面，应该会有红斑透出来。哎，真的有！这玉玺就是朱元璋早年亲用的随身玉玺，这比后来的传国玉玺更有意义，更具有收藏价值。当年太祖皇帝还未登基，就用这个玉玺处理军务。这上面的大明之宝4个字还是他亲手篆刻的，至少值50亿。齐老爷子，50亿呀！这可是国宝级的文物，我不能白要。当初您给我的入门礼已经太过贵重，这个玉玺我不能收。诗涵，可别这么说，我找乌鸦皮田黄找了30年，你帮我实现了我父亲的遗愿。你明明身价数十亿，却肯沉下心来跟我学本事，这份心性难得。这玉玺是你凭本事才发现的，你必须收下。秦老爷子，我明白您的心意，我只是……诗涵，我们秦家守护国宝几百年了，不是为了钱财，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守护他的人。你尽管收下就好。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守护他的人，你尽管收下就好。好，那我收下。秦老爷子，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守护他的，我绝对不让他流落海外，更不会让他蒙尘的。诗涵，秦老，这个玉玺是国宝级珍品，包括您之前的明洪武双耳瓶、顾景舟紫砂壶，还有那个乌鸦皮田黄都是罕见的宝贝。咱们现在就去千禧拍卖行举办一场临时的品鉴会，让更多的藏友一睹国宝的风采。好主意，这样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国宝的价值，也可以让这些人见证洪武玉玺的现世。那明天就办品鉴会。各位藏友，今天邀请大家来参加这场临时品鉴会，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出几件近期重现的国宝级珍品，尤其是我身边这枚玉玺，经多方鉴定，疑似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亲用的大明之宝。这就是传说中的洪武玉玺，竟然真的存在，太不可思议了！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珍贵的宝物。这得价值多少啊？简直是无价之宝！这么多珍贵的国宝，不应该只被少数人看到，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价值。师傅，我想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国宝珍藏的一些藏品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免费对外开放，让更多人都能看见我们传统文化。您觉得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诗涵，你有这份心太难得了，这才是守护国宝的最好方法，既能让国宝得到妥善的保护，又能传承文化，我全力支持你。诗涵，如果你要建私人博物馆，我千禧拍卖行愿意全力协助，无论是文物的保护、运输，还是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我都能帮上忙。我也可以做博物馆顾问，这些国宝承载了太多历史，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那就等品鉴会结束，我就开始筹备博物馆，让这些国宝真正的火起来。3亿，这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贵了1倍都不止，就是不知道值不值。喂，怎么了，张经理？诗涵女士，你看豪宅资料了吗？这个房子太抢手了，刚才又有3个客户问价，业主说3天内不付定金，就直接跟别人签了。这房子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呀？我刚看了，就是一些基础资料。特别之处，地段好，面积大呗。业主着急移民，不然也不会是这个出手价。这样，明天早上10点，
我亲自去看看。好的。这地方如果用来建成私人博物馆，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啊。这房子真实价格竟然是10亿，而且每秒都涨1万。看来我今天必须拿下这个大佬。李小姐，您可算来了。这位是我们的房东刘先生。李女士，久仰大名啊，您这么年轻啊！我也是慕名来看刘先生您的房子的。快请进吧。真的价值10亿，比报价翻了3倍还多。李小姐，你看这客厅，采光多好啊！哦，楼上啊有5个房间，每个房间呢都有独立卫浴，还有一个大露台。哎，最特殊的是，这个房子有一个超大的地下室。这地下室啊，比整个地面1层还要大。地下室层高4米，空间方正。本来我打算改成酒窖，后来也没时间弄。李先生，麻烦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么着急出手这个房子？李先生，麻烦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么着急出手这个房子？不瞒您说，这房子有风水争议，之前住过2个业主，都说晚上能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说风水影响运势。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想出手。李小姐，这都是传言，不能信。这套房子本身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些业主想太多。风水之说呢，我是不信的，我只相信自己的眼光。这房子3亿现金，我要了，现在就能签合同啊！现在就能签合同啊！李小姐，你确定不再考虑考虑？这可是3个亿，而且还有刘先生说的风水争议。哎，我喜欢这个房子，不用再考虑了。我觉得这正适合做一个博物馆，合我心意。现在能签合同吗？能，当然能啊。李女士，这不太对劲啊！这里面好像有东西，打不动。我看看，小心点，别有蛮力。是。墙里竟然有个黄金兽首，价值80个亿，比整栋楼还贵。黄金啊！黄金啊！看错了吧？从现在开始，这面墙碰都不能碰。看来我这博物馆还没装修好，展品就已经就位了。财神爷真是太给力了！大家都抓点紧啊！除了这儿，别的地方3天之内都得完工。3天之后呀，我的个人博物馆一定要开业。各位来宾，各位藏友、媒体朋友们，欢迎莅临诗涵私人博物馆的开业庆典。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一批国宝级珍品的公开亮相。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博物馆创始人李诗涵女士致辞。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光临我这个诗涵阁。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光临我这个诗涵阁。这座博物馆啊，承载着我对传统文化的敬畏，里面呢藏着无数的奇遇与惊喜。今日展出的每一件展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从明洪武的双耳瓶到顾景舟的紫砂壶，从乌鸦皮田黄到洪武玉玺，还有一件刚刚现世的神秘贵客。诗涵，别卖关子了，大家可都等着看你的压箱底宝贝呢，快剪彩吧。诗涵私人博物馆正式开业。诗涵私人博物馆正式开业。各位来宾，重点展品来了，这个是刚刚从博物馆地下室墙体中发现的黄金兽首，经鉴定为清代皇家御用珍品，纯金打造，重达30斤，是国内已知最完整的黄金兽首之一。李女士，这黄金兽首是怎么发现的？您之前完全不知情吗？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啊！我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呀，我就想建一个博物馆，谁知道我在修建地下室的时候，
突然发现墙体嵌了一个这个，可能这也是国宝呀。冥冥之中想为自己找个归宿吧。80亿的黄金兽首，这辈子能见一眼，值了。这博物馆简直是个藏宝库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诗涵私人博物馆，我们刚刚见证了80亿的黄金兽首亮相，同时还有多件1级国宝同台展出。这样的阵容，就算在国家级博物馆也难得一见。诗涵，你现在可是实打实的人生赢家，身价100亿，拥有一座国家级博物馆，走到哪儿都是众人追捧的焦点，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啊？钱总说的没错，你这博物馆随便一件展品都能撑得起一场顶级的拍卖会，现在集中展出，简直就是给收藏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我现在都后悔当初没多收你几件宝贝。最难得的是你有钱却不贪财。诸位这么说就是过奖了。我这博物馆呀，它其实展品还是太少。就像1楼的核心区域吧，它就只有黄金兽首、红武玉玺，就这么几件核心的镇馆之宝。还有好多展位都空着呢。这还少？你这已经是富可敌国的配置了。别的私人展馆能有一件1级展品都不错了，你这光10亿以上的展品都有4、5件了吧？这收藏之路没有尽头啊！而且财神爷说身价过100亿还有更大的惊喜，我可是等着这份惊喜呢。诗涵，我当真羡慕你，又有钱又有事业，我的好闺蜜怎么能争气成这个样子啊？可得了吧你，还羡慕我呢？我不就是运气好吗？哎呀，好。你让让。看那儿！什么也没有啊，不就是一片荒地吗？这地下有100亿，这地下有100亿，100亿，这片荒地怎么可能值100亿啊？这上面的纹路，这可不是自然形成的。还有这上面的符号，我从来没见过，这绝对是惊天的宝贝。还真有图案，这看着有点像外星人画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这看着有点像外星人画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不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放在这儿。万一被人发现，就麻烦了。什么？这要真值100亿，那我们岂不是要发财了？发财是小事，你看，东西看着就不一般，万一是文物呢？对啊，文物。得给秦老爷子打电话，他肯定知道这东西。对，秦老爷子他肯定懂。老爷子，你总算接电话了。我知道现在打扰你休息了，但是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发现了上面刻着奇怪符文的陶片，财神眼显示价值100亿。什么？100亿的陶片？
诗涵，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带考古队的专家过去。我在那个青山露营地。老爷子，您快点来吧，我守着这些宝贝，我一刻都不离开。好。诗涵，瓦片在哪儿？快让我们看看。都在这儿了，您看这些陶片和上面的符号。这符号的笔触太原始了，不像是商周时期的文字，更古老。瓷片的质地也很特殊，是夹砂黑陶。这种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常见，这上面的符号从来没见过。这是夏朝的文字。夏朝，就是那个只在传说里存在，没找到文字证据的朝代。对，之前一直说夏朝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要是这些真是夏朝的，那可是改写历史的发现。没错，我之前研究过夏朝遗址的相关资料，有文献记载相关符号的雏形。这种符号结构简单，表意清楚，完全符合远古文字的特点，比甲骨文还要原始。甲骨文距今约3000年，这陶片上的符号如果是夏朝的，至少距今4000年，这可是华夏文字始祖啊！至少距今4000年，这可是华夏文字始祖啊！太重要了，这不仅是文物，更是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证据。诗涵姑娘，你的这次发现比任何国宝更有价值。诗涵，这些瓦片必须妥善保管，不能有任何损坏。我们马上送到博物馆做碳14检测，检测出具体年代。行，我都听您的，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些文物。那我们就走了。那我们就走了。诗涵，你太厉害了吧！出来露营都能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这不是我厉害，是那些文物呀，自己想要重见天日。希望检测结果真的能证明秦老爷子的猜测。这可是文化界的大事。这可得好好看看。大家安静，检测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出来了，距今大约4000年，误差不超过50年。距今大约4000年，误差不超过50年。4000年比甲骨文早了整整1000年呢，这是真的华夏文字始祖。我们终于找到了夏朝存在的文字证据啊！太好了，祖宗的宝贝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诗涵，这全是你的功劳。林女士，这些陶片太珍贵了，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转让？我们学校愿意出高价收购，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是啊，林女士，卖给博物馆或者研究机构，才能使这些陶片发挥最大的价值。价格您随便开。各位专家，感谢大家的认可，但是这些陶片我不会卖给任何人。感谢大家的认可，但是这些陶片我不会卖给任何人。为什么不卖啊？是啊，为什么不卖啊？你想清楚了？对，不卖。我呢，打算把这些陶片放在诗涵阁博物馆，对大家免费开放，让所有人都能够了解我们华夏文明最古老的文字，了解我们文化的起源。好啊，你这个决定太对了。这些宝贝属于整个华夏民族，就应该让所有人都看到。没错，放在博物馆展出，既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段历史，又让陶片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这样做才是最有意义的办法。
对，这样做才是最有意义的办法。对。财神爷，感谢您这么久以来对我的保佑。诗涵，做得好，你没有辜负我给你的财神眼。财神爷，您终于来了，恭喜你达成了100亿成就，也通过了我的考验，准备好接受新惊喜了吗？财神爷，我这个新惊喜到底是什么？现在你的财神眼不光能看到物品价值，透视才能溯源，知道物品的来历。透视才能溯源。还有一个惊喜，我赐你发财手，你触摸普通石头即可将其转化成纯金。财神爷，点石成金，能把石头变成金子。不过有2个规矩：第一，每日仅限用3次，不可贪多；第二，不能用于非法交易，否则法术会自动失效。我知道了，财神爷，谢谢财神爷了。我现在能试试吗？当然可以，去试试吧。那我试试了。点石成金，这也太厉害了，真的就变成黄金了。点石成金，这太牛了！点石成金。喂，师傅，怎么了？哎，诗涵呐，明天有个九州文博交流会，跟我一块去参加吧。没问题。明天见吧。看来捡漏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呀！这种民间交流会卧虎藏龙，偶尔能淘到冷门宝贝。是啊，上次有藏友花几万块钱淘到宋代民谣精品，拍出300万，今天说不定也有这样的好运。周老，你这是路边随便捡的石头凑数来了，这修补工艺也太糙了，连小孩玩的假山都不如。就是啊，周老，这里边就算藏有东西，这么破的外表，里边东西肯定碎了，毫无收藏价值。5个亿，还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这可是国宝级的宝贝啊！还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这可是国宝级的宝贝啊！周老，您这东西我能看看吗？姑娘想看就看吧，反正也没人当回事。就是小心一点，外层的石头有点脆，别弄掉了。方便问一下，您祖上有说这东西哪儿来的吗？听我爷爷说，我祖上是北方务农的，这个是从自家地里边刨出来的，当时就碎了个角，后来怕损坏，才用石头包起来的，后来放在家里边一直没动。姑娘，你不会真的觉得这块破石头里面包的是什么玉吧？别被周老的故事给骗了。像这种是祖传的宝贝，我见得多了，都是骗人的东西。周老，这东西我要了，您开个价。尚安，你再仔细看看，这石包玉啊，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别冲动。诗涵，这修复工艺确实是后做的，石头也是普通的青玉，确认里面有东西吗？确定，这东西的价值啊，远超表象。周老，您可以尽管开价。姑娘，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价值多少钱，你要真想要的话，给个5万吧，留个念想。哈哈，5万块钱买块破石包玉，姑娘，你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
周老，钱转过去了，这东西我就拿走了。哎呀，姑娘，太感谢你了！这块石头放在我家里已经很多年了，今天终于遇到懂它的人了。您放心，我肯定会好好保护它的。我先走了。走了。这丫头这次不知道是捡漏还是打眼，不好说呀。这次不知道是捡漏还是打眼，不好说呀。不起眼的石包玉，现在是华丽变身的时候了。喂，师傅，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来我博物馆一下？我有个宝贝。哎，好，我马上就来。石涵，又给我们看什么宝贝？不会又是那个石包玉吧？又给我们看什么宝贝？不会又是那个石包玉吧？这是你昨天买的石包玉，怎么变成金镶玉了？这是纯金的，纯度极高。石涵，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黄金完美包裹住古玉，既保护本体，又不影响后续检测，这方法简直前所未闻呐！我就随便修复了一下而已。现在可以检测到里面的古玉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吧？石涵，你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赶快看看这古玉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新郎李女士，这古玉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距今有5500年，材料是天然的釉岩玉，工艺非常精湛。目前已知铜器玉器中保存最完整、工艺最复杂的一件。5500年，比之前发现的红山文化古迹还要早。这可是改写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史的重大发现。而且这金镶玉的姿态太独特了，黄金既保护古玉，又提升了整体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简直天作之合呀！石涵，这个金镶玉如果能上拍卖会，怕是要拍出天价呀！这个金镶玉如果能上拍卖会，怕是要拍出天价呀！各位来宾，欢迎来到千禧拍卖行新石器时代金镶古玉专场拍卖会。这件金镶古玉是距今约5500年新石器时代岫岩玉，本次起拍底价为10亿元人民币，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万元。现在拍卖正式开始。11亿，12亿，15亿，50亿，80亿，100亿。没想到这件文物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希望它能被真正懂得珍惜它的人拍下。150亿，180亿，380亿，380亿元。这位博物馆代表出价380亿元，还有更高的报价吗？380亿元第一次，380亿元第二次，380亿元第三次。哎呀，这小子疯了！成交。好。诗涵，380亿的成交记录，你现在可是全球文物界的大名人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要多亏各位前辈的支持和帮助。姑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你已经是真正的文物守护者了。哎，老爷子，这收藏文物之路没有尽头，守护文化遗产也没有终点。以后啊，不管遇到什么宝贝，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们留在祖国。我希望华夏文明的光芒永远闪耀。说得好，说得好。